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——邮件。说起来，我最近整理邮箱的时候，翻到了一封好多年前的邮件，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刚学中文那会儿。哦，什么邮件让你这么感慨？就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写邮件给中国朋友，结果闹了个大笑话。我当时想说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建议，结果写成了希望你能吃一些建议。朋友回了我一大串哈哈哈的表情。哈哈哈，这个确实容易混淆，建议和吃饭的动词用错了。不过这也说明邮件写作真的需要练习，尤其是用第二语言写的时候。对，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邮件这个话题。其实啊，邮件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特别重要，但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都微信、WhatsApp 了，还需要写邮件吗？这个想法其实挺普遍的，但你想想，正式的商务沟通、求职申请、学术交流，这些场合邮件还是最主要的沟通方式。而且邮件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给对方充分的思考时间，不像即时通讯那么匆忙。说得对。那咱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吧。我发现很多学中文的朋友，包括我自己刚开始，都不知道中文邮件该怎么开头，怎么结尾。英文邮件我们有固定的格式，中文是不是也有讲究？确实有讲究，而且跟英文有些不同。中文邮件的开头最常用的就是“您好”或者“你好”。如果是特别正式的场合，比如写给长辈、老师或者客户，用“您好”会更合适。那称呼呢？我看到有人写尊敬的，有人直接写名字。这个要看你们的关系。如果是第一次联系，或者对方职位比较高，可以用尊敬的加职位，比如尊敬的王经理。如果已经比较熟悉了，直接写你好张明就可以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中文里一般不加冒号在称呼后面，直接换行写正文。哦，这个跟英文不一样，英文要写 Dear Mr. Wang，冒号不能少。对，这是中英文的一个小区别。然后正文部分，中文邮件有个特点，就是喜欢先寒暄几句，比如希望这封邮件找到您的时候，您一切都好，或者最近天气转凉，请注意保暖这种。哈哈，这个我有印象。我第一次收到中国朋友的邮件，看到这些寒暄还觉得挺温暖的。不过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说这些，感觉有点，怎么说呢？有点客套。其实这不是客套，这是中文邮件文化的一部分，它体现的是对收信人的尊重和关心。当然，如果是非常正式的商务邮件，寒暄可以简短一些，但完全不说会显得太直接，甚至有点不礼貌。明白了。那正文内容呢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正文最重要的是清晰和有条理。中文邮件通常每段不要太长，段与段之间空一行，这样看起来更舒服。如果要表达的内容比较多，可以用数字或者项目符号来组织。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，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说，听众也容易跟上。没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语气。中文邮件的语气要根据你和收信人的关系来调整。如果是给朋友写，可以用比较轻松的语气，甚至可以加一些表情符号。但如果是正式邮件，就要保持专业和礼貌。说到语气，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有一次，我要给一个中国老师发邮件，问他一些问题。我一开始写的很正式，什么恳请您拨冗指导之类的。结果老师回邮件的时候，语气特别亲切，还叫我小朋友。这就是中文里见人下菜碟的体现。老师感受到了你的尊重，所以他也用更亲切的方式来回应你。这也说明中文邮件的语气是双向调节的。对，特别有意思。那邮件的结尾呢？我发现中文邮件的结尾好像也挺有讲究的。是的，最常见的正式结尾是此致敬礼。注意，此致要单独占一行，左对齐；敬礼要另起一行，右对齐。这个格式很重要，不能写错。哦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我一直以为此致敬礼是连着写的。很多人都这么以为。还有其他的结尾方式，比如祝好、顺祝商齐。如果是给长辈或老师，可以写祝您身体健康。
如果是朋友之间，就更随意了，什么期待你的回复、回头聊都可以。那署名呢？署名也很简单，直接写你的名字或者名字加敬上。如果是工作邮件，最好加上职位和联系方式。还有一点，中文邮件一般不加签名档，除非是公司要求。这些细节真的很重要。说起来，我最近还遇到一个跟邮件有关的问题，就是中文里有很多同音字，写邮件的时候特别容易打错。对，这是学中文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，比如的、地、得、做、做、在这些同音字在邮件里用错了，可能会改变整句话的意思。是啊，我之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。有一次我要说我会尽快处理这个问题，结果打成了我会尽快处理这个问题。收件人还专门问我处理是什么意思。这个确实容易混淆，所以写中文邮件的时候，最好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发送前再检查一遍，特别是那些同音字。如果不确定，可以查一下字典，或者用输入法的联想功能。说到输入法，我发现很多学中文的朋友用拼音输入法，但打出来的字不一定是对的字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我的建议是，写重要邮件的时候，可以先在记事本里打好，然后仔细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错别字，再复制到邮件里。另外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让一个中文母语者帮你看看，会更好。这个方法不错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中文邮件里可以用表情符号吗？这个要看情况，如果是和朋友或者比较熟悉的人通信，适当用一些表情符号是可以的，甚至能让邮件更生动。但如果是正式邮件，最好不用，或者只用一些比较正式的表情，比如表示确认、表示重要。明白了。那附件呢？中文邮件里提到附件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提附件的时候，最好在正文里明确说明，比如请查收附件中的合同，或者附件是会议记录，请参考，这样收件人就不会漏看。还有，如果附件比较多，最好在邮件里列出来，方便对方查看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之前就收到过邮件，正文里没提附件，结果我找了半天才发现有个附件。是啊，所以养成在正文里提示附件的习惯，对双方都好。另外，给附件命名的时候，也要用清晰的中文名称，比如2024年3月销售报告，而不是报告一。这些细节真的能体现一个人的专业程度。说起来，我还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。有一次，我要给一个中国公司发求职邮件，结果邮件标题写得太随意了，就写了一个应聘。哎呀，这个标题确实太简单了。对，结果对方根本没回复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邮件标题应该写得更具体，比如应聘市场营销专员张明，5年工作经验，这样 HR 一看就知道你是谁，应聘什么职位。没错，邮件标题就像是给收件人的第一印象。一个好的标题应该包含3个要素：你是谁，你要干什么，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，这样对方才能快速判断这封邮件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。原来如此。那如果是回复邮件呢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回复邮件的时候，最好用回复全部还是单独回复，要看情况。如果邮件是发给很多人的，但你只想回复发件人，就用单独回复；如果内容跟其他人都有关，就用回复全部。这个跟英文邮件是一样的。对，还有一点，回复邮件的时候，最好保留原邮件的对话内容，这样对方能看清楚上下文。但如果是很长的邮件链，可以适当删减，只保留最相关的部分。说到邮件链，我发现中文邮件里人们好像不太喜欢把邮件链拉得很长。是的，这跟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关。西方人习惯把所有邮件都保留下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录，但中国人更倾向于简洁。如果事情已经说清楚了，就不需要一直回复收到或者好的。哈哈，这个我有体会。我之前在一个国际公司工作，每次邮件都要 reply all， 结果一天到晚收到几百封邮件。后来回到中国公司，发现大家都是点对点沟通，效率高多了。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体现。不过现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，很多中国公司也开始接受西方的邮件习惯，
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公司的文化和具体情境来决定。明白了。那咱们再聊聊一些实用的邮件用语吧，比如开头怎么问候，中间怎么表达请求，结尾怎么表示感谢。好的，开头问候的话，除了刚才说的希望这封邮件找到您的时候，您一切都好，还可以说久未联系，甚是想念，或者冒昧打扰，还望见谅。哦，冒昧打扰，这个我经常看到，感觉特别有礼貌。是的，如果是请求对方做什么事情，可以说不知您是否方便，或者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这样比较委婉，不会让对方觉得你在下命令。对对对，中文里特别讲究委婉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要请一个老师帮忙，直接说请您帮我做件事，结果老师说我太直接了。哈哈，这就是中西方表达方式的差异。西方人习惯直接表达，但中国人更喜欢用委婉的方式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：“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帮我看看这个问题？或者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？”这样说确实更舒服。那表达感谢呢？表达感谢的话，可以说：“谢谢您的帮助，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，或者感激不尽。”如果是特别正式的场合，可以说：“在此深表谢意。”那如果对方帮了大忙，想表达更深的谢意呢？可以说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或者您的帮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还可以说改天一定请您吃饭。这是中国人表达感谢的常用方式。哈哈，这个改天请你吃饭，我听很多中国朋友说过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改天到底是哪一天。哈哈哈，这就是中文的幽默了。改天通常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，表示以后有机会，但具体是哪一天，真的要看缘分了。好吧，这也算是一种礼貌的客套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：如果邮件里要表达歉意，应该怎么说？表达歉意的话，可以说对不起，很抱歉，或者深感抱歉。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，可以说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这个很重要。我之前有一次发错邮件，给很多人造成了困扰，后来我赶紧发了一封道歉邮件，才把事情解决。对，及时道歉是很重要的，而且道歉的时候最好说明问题出在哪里，以及你会怎么解决，这样对方会觉得你很负责任。明白了，那咱们再聊聊一些具体的场景吧，比如求职邮件怎么写？求职邮件最重要的是突出你的优势和匹配度，标题要写清楚，应聘什么职位，你的名字、核心优势。正文部分，第一段简单介绍自己，说明你从哪里看到这个招聘信息。第二段重点介绍你的相关经验和技能，要跟职位要求对应起来。第三段表达你的求职意愿，可以说期待有机会进一步沟通。那附件呢？附件要附上你的简历和求职信，最好用 PDF 格式，这样格式不会乱。文件命名也要清晰，比如张明简历市场营销专员。这些细节真的很重要。那如果是商务合作邮件呢？商务合作邮件要突出共赢，开头可以先表达对这个合作机会的重视，然后简要介绍你的公司和优势。中间部分要说明合作的具体内容、双方的利益点以及下一步的计划。结尾要表达期待合作的意愿。听起来比求职邮件要复杂一些。是的，因为商务合作涉及的金额和周期都比较大，所以需要更详细的沟通。而且最好附上相关的资料，比如公司介绍、产品手册、成功案例等。明白了。那如果是给老师或者长辈发邮件呢？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？给老师或长辈发邮件，语气要更加恭敬，开头可以用尊敬的，结尾可以用祝您身体健康或者敬祝教安。内容上要简明扼要，不要说太多废话。我给老师发邮件的时候，确实会特别注意这些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：如果邮件发出去了，但对方一直没回复，应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很常见，一般来说，如果是1周之内，可以耐心等待，因为对方可能比较忙。如果超过1周还没回复，可以发一封跟进邮件，礼貌地询问对方是否收到，或者是否需要更多信息。
那跟进邮件怎么写呢？会不会显得太催促了？跟进邮件要写得委婉一些，可以说不知道您是否收到我之前的邮件，或者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告诉我，这样既提醒了对方，又不会显得太 pushy。明白了。说起来，我还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文化差异。我发现中国人在邮件里特别喜欢用您，而西方人更习惯用你。对，这是中英文的一个显著区别。中文里您表示尊敬，是对长辈、上级或者不熟悉的人的称呼，而你用于平辈、晚辈或者熟悉的人。但英文里只有 you， 没有这种区分。所以学中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和您的使用。是的，用错了会显得很不礼貌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不确定该用哪个，用您总是比较安全的。这个建议很实用。那咱们再聊聊一些常见的邮件错误吧。除了刚才说的吃建议，还有什么容易犯的错误？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标点符号的使用。中文的标点符号跟英文有些不同，比如句号是而不是，逗号是而不是。对，我刚开始写中文邮件的时候，经常用英文的标点，看起来特别别扭。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段落格式。中文邮件每段开头不需要缩进，直接顶格写就可以，段与段之间要空一行，这样看起来更清晰。这个跟英文也不一样，英文要缩进，中文要空行。对，那邮件的长度呢？中文邮件是不是应该比英文邮件短一些？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，关键是要把事情说清楚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内容比较简单，一屏能看完最好。如果内容比较复杂，可以分成几个段落，每个段落讲一个点。就像我们现在的对话，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说，听众也容易理解。没错，还有一点，中文邮件里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成语或者俗语，这样会让邮件更有文采。但要注意，不要用太多，也不要用那些太生僻的，否则对方可能看不懂。对，我之前在一封邮件里用了画蛇添足，结果对方问我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成语的。所以使用成语要适度，要确保对方能理解。如果不确定，还是用简单直接的表达比较好。明白了，那咱们最后再聊聊写邮件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？还有几点很重要。第一，邮件发出前一定要检查，包括错别字、标点符号、附件等。第二，如果邮件内容比较重要，最好在工作时间发送，避免半夜发邮件打扰对方。第三，如果邮件涉及敏感信息，要注意保密，不要随便转发。这些都很重要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收到不想要的邮件，比如广告邮件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可以直接删除或者点击退订链接，但要注意，有些垃圾邮件可能是诈骗邮件，千万不要点击里面的链接或者提供个人信息。明白了，网络安全也很重要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邮件的话题，从基本格式到具体场景，从文化差异到实用技巧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是的，写邮件看似简单，但要做好确实需要练习。建议大家多写多练，慢慢就能掌握其中的窍门了。对，熟能生巧嘛。那最后我们来问听众一个问题：你在写中文邮件的时候，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困难吗？欢迎用中文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我们是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eet China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见。